母乳战胜祖国人，波切尔疯了。专攻超人类病毒的萨米尔博士被波切尔断腿囚禁，逼迫他为自己制药。波切尔的手段让他生不如死，而且还有着更狠的乔在盯着。他们要求萨米尔在7天内造出足以杀死祖国人的病毒，不然就威胁着要肢解了他，再装到桶里送到妻女的手里。7天造毒本来就不现实，还是要提高强度的那种。萨米尔担心纽曼和佐野苦不堪言呢。You all right? Yeah, right as rain. 深刻地感觉到命数要走到尽头，波切尔渴望杀死祖国人的欲望又变强了。他把这些归类为拯救世界的必要牺牲里，就是砍断几个无辜之人的手脚又如何呢？贝加还在劝着，提醒着杀死祖国人的代价，代价可能是毁掉这个世界。I can't do what needs to be done and keep you happy. You're gonna kill one Homelander. Just end up with another. 为了逼萨米尔从命，波切尔和乔打算进行一些持久战。回想起最后一次任务，乔连连感慨，他发现比起去战场，回家要更难。只要看到贤惠的妻子、听话的儿子，乔就会浮现出那群死人的面孔，那群被他和波切尔折磨致死的面孔。这也没有压垮他的心理，反而让乔意识到，居家好丈夫、好父亲并不是自己，享受敌人痛苦尖叫的人才是本性。波切尔的本性会是什么样的呢？修义开始完成爸爸的遗愿，把骨灰撒在他想去的各种地方。伙伴们也都陪着他，一起经历了那些事之后，修义和妈妈的感情也更好了。现在还是会有人指责安妮的行为，在修义的 C 议员精选回应之后，男人也只能友好退场。自打法兰奇自首入狱，西梅子朝思暮想，也盼不到回应。法兰奇拒绝探视，他依旧会每天排队，那种感觉就像是被最重要的人丢弃，却又只能跟可怜小孩一样去原地等待。之前卡梅隆被当作内奸暗中处死，鞭炮接替了他所有的主持。母乳直接关掉电视，练起了呼吸法，感受血液的流动，才能让他不那么上火。这时他接到了火车头的电话，七人组最后的良心开始害怕了。卡梅隆惨死，提醒自己别再做内鬼。 Think about your brother, your nephews. I'd be so proud of you, man. 3集之后又3集，都快完结了，老大，你对我态度好点行不行啊？这样，火车头把那晚的事儿说了出来。七人塔里，祖国人召集了英雄们，就像组建了一支军队。火车头看到泰克和智者有着秘密沟通，应该是在商量什么。母乳想调查出这场对话的始末，刚好今晚动感超人会在自己的庄园里举办派对，请来了一众权力大且富有的联邦主义成员。这种局最适合的人选是波切尔，可他不知去向，修义便主动申请出勤。一次的主动可能换来一辈子的内向。在火车头提供的情报中，得知网络喷子也会参加。蜘蛛侠是个瘾君子，浑身散发着盘丝洞的气味，他也是波切尔获取情报的人脉之一。蜘蛛侠要求母乳为自己进行局部麻醉，母乳的脸色黑得可怕。为了行动顺利进行，他只能含泪插入 USB， 却不小心插进了蛛丝眼儿，最终以面部蛛网 SPA 的代价迷晕了蜘蛛侠。修以接力换上了他的制服，制服里透着臭鸡蛋搅拌意大利酱豆腐的味儿，再闻一口，多一口就会爆吐。但这个味道却可以有效防范住泰克的超级感官。天上没有本书，只有修霸。任务宗旨只有一个，把泰克引过来活捉。在泰克庄园里，达官名贵接连入场。泰克小时候父母死于老美胡同，年幼的他被管家带大，从此成为了顶级侦探。受邀名单里还有7人组，祖国人在这儿被捧得很舒服，属于是国家杰出贡献人员。20组自然也受到了大家的期待。泰克以为跟祖国人搭上了线，他们就是亲密无间的好兄弟。祖国人表示 We're not equals. You're pathetic. You can't even fly, for God's sake. Oh, what a cut up. 庄园里正经是鱼龙混杂，艾什利和泰克还有 PY 交易也来参加了，包括纽曼在场，注定今晚会有好戏上演。泰克向火车头讲起了家族发家史，他们的祖先一开始是干黑人买卖的，经过了11代人的努力，现在家族拥有的私人监狱比任何当地公司都要多。他平时提供一条龙治安工作，从抓捕到关押，从改造放出来再到抓回来，循环往复，就是秉持着不杀的原则，主打一个提高监狱的入住率。不一会儿，修乙就来了。当他看到阿祖一行人时，紧张的不敢大声喘气儿。母乳临时改变策略，放下监听器就跑路，修乙却转头撞上了纽曼。Web Weaver. It's quite a scent. 还好有体臭，纽曼不想跟他说话。当泰克来迎接修义的时候，他才知道对方是要让蜘蛛侠来做搭档。具体能不能成事，还得看蜘蛛侠今晚的表现。修义一边跟着参观，一边报备四周的环境。泰克是他小时候的偶像，所以一切荣幸、惊讶的表演都是发自内心的。
作为副11代超级英雄，泰克有自己的泰克洞，这栋书本密室打开，进去之后信号就断了。与此同时，阿祖三人商量着今晚的计划，他们要掀起一场政变，前提是说服这里的人，具体发言就等智者的表现了。届时纽曼要公布超人类身份，登上总统之位也是自然而然了。阿祖主动聊起艾德加出狱的事儿，纽曼就一句话：我不知道啊。泰克洞里没有制服和科技，有的只有娱乐系统。动干超人的癖好让修一菊花一紧。这里关着泰克的上一任搭档红头罩，他观察到修一强烈的心跳，没往别处想，表示一会儿让你心跳加速啊。一察觉到修一失联，安妮便打算带西美子强攻。母乳调整了呼吸法，要带着麻醉剂杀进去。修一这边遭了老罪了，光腚的人设一旦拿出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泰克的怪癖让他坐在蛋糕上放屁，这样就能让泰克达到巅峰。修一羞耻的不敢言语。艾什莉是泰克另一个长期搭档，女人的爱好就更变态了。修一被绑起来挠脚心，就这样也能登临山巅开闸放水啊！大水冲了修一脸，他害怕的瑟瑟发抖。泰克让他说出安全词，可这触及到了知识盲区，最终修一的身份还是被发现了，这反而让男人更兴奋了。没有蛛丝眼儿，他就刀出一个新洞口探险。儿时的偶像早已彻底崩塌，修一绝望了。应对这种局面，即便是纽曼也想自爆脱身。这群有钱有势的大男子主义，句句都是不尊重女性，比蜘蛛侠身上的味道更让人恶心。智者告诉他，为了完成大业，牺牲是必要的。小时候，他奶奶患上了淋巴细胞癌晚期，但政府不愿意给黑人社团成员治病。智者3天3夜没睡，自己琢磨出了治疗方法，提供给政府，想要得到资助，结果被当成傻子对待，只能看着奶奶死去。他有的是能力改变世界，治疗癌症，扭转全球变暖，但没有一个能发挥的舞台，能力再强也是浮云呢。而且那些人不可能尊重他们，除非掀起政变，铲除那些没有用的人。鞭炮多么想加入他们的对话组织，可他只是一个被推上来的戏子，得不到祖国人一丝丝的信任。鞭炮很难过，融不进这个圈子。他整理自己，强颜欢笑，终究还是要回到派对上，却在转角遇到安妮，两人产生了 C 语言的碰撞。安妮急着去救修一，只好花言巧语的道歉，嘴上的对不起让人不忍责备，手里的麻醉剂那是一点不真诚啊。鞭炮睡了，凭借修一之前报备的线索，母乳他们摸到了泰克的房间，可智者却在这写着什么笔记，枪对着脑袋也管不住他的嘴，专挑母乳的痛处女儿来谈，气得母乳使出了母之呼吸第一式美式聚合。可就在密室打开时，他的恐慌症发作了，心脏麻了个逼，倒地不醒啊！西美子求助火车头，这才把最后的良心拉了过来，四处找书拼凑单词，大黄蜂都显得不那么可怜了。火车头知道了来龙去脉，决定为母乳的女儿救她一次。绝境火车头，母乳被送到了医院。不远处男孩崇拜的眼神让火车头第一次有了超级英雄的感觉，当真是助人为乐呀！就在修一要被手术刀划破皮肤时，西美子一个飞踢踢飞，泰克被活捉，却还在嘴硬，表示祖国人一会儿就会杀了你们。西美子用手术刀折磨他，却没想到这碰到了他的 XP 啊，该怎么折磨一个受虐狂呢？旁边的红头罩有话要说，我们这才知道泰克有一个软肋，他的财富，修一他们要一笔一笔的捐出去，动辄就是几千万美金。一开始泰克还能挺住，直到安妮提出要捐给黑人1个亿美金，泰克爆房了，哭爷爷告奶奶的把真相说了出来。祖国人找他就是看中了家族的监狱，他们要掀起一场政变，再把反抗者关进拘留营。听到这儿，管家一刀挠了上去，天天给混蛋擦屎就算了，这养的还想造一个拘留营，他会亲手杀了这畜生。泰克最崇拜大卫·克拉丁，如今的死法倒也大同小异了。管家会尽可能的不让别人看出修一等人来过，最后他告诉修一安全词儿是 It was in there. 现场的情况让阿祖懵了个懵啊！智者虽然恢复了过来，但变成了智障，这里发生过什么也没有证人了。关键是重头戏马上开始，智障这副模样根本靠不住啊！阿祖只能亲自上去讲话，他的慷慨发言令人热血，却没有可靠的逻辑支撑。1-2个人的反驳就让阿祖哑口无言。谈起更现实的问题，司法部、军队，阿祖更是还没有想好措辞。此时的他像极了有远大抱负而被扼杀在家门口的孩子。就在他以为大计可能要失败的时候，纽曼却意外站了出来。作为总统的竞选者，口才那是毋庸置疑的，他的话更具说服力，也表现得更加可靠。纽曼没有说自己想干什么，而是先许诺自己能给什么，而阿祖急于掀起政变，却没有做好足够的铺垫。 Here, here.
事后，西梅子又去探望了法兰奇，后者依旧不接受探监，但西梅子的执着和可怜打动了女警，她会帮忙想想办法。某主的伤势并不重，但医生建议他停止工作，显然呼吸法已经失传了。而鞭炮昨晚的消失，自然要面对今天阿祖的审判。女人不慌不忙地说出星光来过、泰克死了等情报，这让阿祖明白卡梅隆不是卧底，仍然还有卧底在出卖自己。鞭炮怀疑是智者，而阿祖却在怀疑鞭炮。鞭炮声泪俱下，自己一生都想加入这个圈子，是阿祖给了他这个机会，让他从一个无人问津的小网红摇身变成了美国最大的主持人。无以为报，唯有一抛啊！ You did this for me? I'll do anything for you. 母主的出现彻底打败了祖国人，纯天然无添加，鞭炮一直在用药汁分泌果汁，阿祖喝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啊！窃听器传来消息，让小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，但修义无心琢磨。昨晚修义被羞耻的羞辱，休想让他忘掉那种感觉。随着母主战胜了祖国人，波切尔也疯了。萨米尔说出了自己不想制药的理由，足以干掉阿祖的病毒，那传播性就会指数增长，杀伤力会波及到世界上每一个超人类。可以说这就是种族灭绝。波切尔犯了难，贝加不希望他做出这种谋杀的事，但乔却认为没有超人类的世界会更美好。 I know you. Shut your fucking cake hole, bitch! You can see her. What the fuck's that supposed to mean? You're me. 波切尔这才发现，这两个人都是存在在自己脑中的人格，从头到尾，他只是个精神分裂的患者。主审的贝加被乔彻底击溃，是乔杀了橡胶人，也是乔在帮他放大仇恨。 So don't you worry, Billy McGuire. Daddy's home.